宏基资讯这波 AI 题材到底是真正卡位到最顶层的应用变现，还是一场包装得很精美的会计财报秀啊？说真的，企业导入不能只听那些漂亮故事，实质效益才是重点。没错，数字会说话。2026年第一季，这家公司的 EPS 直接冲到 4.8 元，直接创下单季历史新高。但要真正看懂这家公司，绝对不能只看表象，我们必须拨开会计数据的迷雾，来做一次最冷酷、最深度的尽职调查。所以我们今天的查核框架会非常直接，切分6大板块，从 AI 典范转移开始，接着检视他们的3云护城河、Token 商业模式的表面矛盾、残酷的财务照妖镜、跨境合规战略，最后一路往下看，直击最底层的 AI 变现落地案例。这框架听起来不错，但我喜欢直接切入核心。他们对外一直宣称自己从传统 IT 成功转型，现在是站在辉达 AI 5层蛋糕的最顶层。那海外实际呢？之前画的饼，海外扩展承诺的到底有没有跳票，完全兑现？其实去拆解越南子公司的损益数据，就会发现，2025年上半年人家就已经超前达成损益2平了。到了2026年，更是开始稳定获利，等于成功把台湾的服务模式整个复制过去。这可不是喊喊口号而已，是实实在在进账的财务数字。其实从营收结构来看就很清楚，云端服务已经占据了高达 88% 到 70%， 他们的战略早就不是单纯的把资料搬上云端，而是真正的 AI 应用落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南据点包含了上海、厦门跟深圳，目前持续贡献非常稳定的获利，等于是成功打造出了第2条跨国成长曲线。这条跨国曲线的防御性确实不错，在现在这种这么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刚好成了他们避险的稳定现金流。不过说实在的，又把传统系统搬上云端，可没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吧？面对企业内部那一整堆几十年根本不敢动的 legacy 旧系统，他们的技术护城河到底有多深？生产力到底能提升多少？总有实战数据吧？这正是他们敢自称最懂地端的云端公司的底气所在。最具代表性的时机就是无痛把英华达、ERP 等7大核心系统移转上云，48小时内直接完成切换，全球产线完全零停机，甚至还让生产良率直接拉升了 5%， 这绝对是极高的技术壁垒。48小时零停机，这的确很完美。但我注意到一个点啊，2026年初他们收购了红旗智云，这笔交易对多云战略到底有什么实质效益？现在的企业可轻了，绝对不会只把鸡蛋放在微软这一个篮子里。你算是问到点子上了，这笔收购可以说是补齐了他们最重要的技术拼图。现在他们等于是全面通吃 Azure、AWS 和 GCP 3大公有云，并且透过他们自研的 ICAM 平台来做统一维运。而在资安方面呢，由红旗资讯卖疫苗做事前防御，安旗资讯当医生做事后联防，再透过极份内部的交叉销售，这道3云齐聚的生态系防御墙，其实已经筑得非常稳固了。等等，这里就有一个很核心的商业模式矛盾了。他们推动 AI Agent 明明是为了赚那种100倍的 Token 流量财，但同时又跑去帮客户做 Token 优化，帮客户省钱，这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表面上看确实很矛盾，但实质上这是一个极度高明的绑定策略。你想想，要优化 Token 前提是什么？必须先做好非常耗时的数据治理，帮客户把地端那些乱七八糟的脏资料洗干净。这个动作会直接绑定客户极深的信任，进而把他们引导到高毛利而且长达数年的 MSP 云端托管维运合约里，这才是真正的长尾利润。刚才讲的这一整套 Token 经济学，如果听完还没什么 feel， 别担心，接下来除了进入残酷的财报照妖镜，毕竟软体股不能只听美丽的故事，风险才是决定你能赚多少的底线。最后还会帮大家盘点宏基资讯成功的落地案例。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不管这次的解析专题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深度解说。好，说到风险，现在地端轻量化模型，也就是 SLM 正在快速崛起，难道这不会削弱公有云的流量吗？其实不论模型建在哪里，数据清洗跟应用开发永远都是刚需。但我们确实必须紧盯3大风险。短期来看，并购宏基智云的毛利只有 7.5%， 这确实会稍微稀释掉原本 Azure 业务 12% 到 13% 的高毛利。中期而言，如果企业一直看不见 AI Agent 带来的实质 ROI，IT 预算绝对会立刻被高层缩减。长期来看呢，海外市场在地 SI 厂商发动的价格战，也是我们绝对不容忽视的隐忧。预算焦虑确实一直都在，那我们直接来拆解财报吧。2026年第一季单季 EPS 冲到 4.8 元，创下历史新高，而且营业净利年增率高达 18.4%， 甚至直接跑赢了营收成长。这数字里面到底有没有水分啊？会不会只是因为收购案追溯重编财报所制造出来的坏记幻觉？我们直接帮 Buy Side 投资人还原真相。
追溯重编之后，其实第一季红旗智云贡献的损益只有区区的350万元，对 EPS 的贡献大约也只有0.08元左右。也就是说，本季高达98%的获利成长，完完全全是来自原有业务17.7%的有机成长。这直接证明了管理阶层在扩张本业的执行力上确实非常硬核。有机成长看起来确实很漂亮，那资产负债表的防御力呢？未来的现金流到底稳不稳？能不能支撑他们配发高股利的承诺？财报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18.42亿元，这是他们第一季的流动合约负债，直接占了总资产的高达28%。这些全都是客户预付的订阅金，还有8%到12% 的长期维护费。这笔庞大的金额，等于是提前锁定了未来70% 的持续性收入。也正因为有这么强劲的现金流当护城河，2025年度决议配息10.5元，发放率维持在70% 以上的高股利承诺，可以说是完全落实了。财务底盘确实很稳，但如果我们从长期护城河来看，对比国外那些大杀四方的软体巨头，像是 Cursive 或者是 Palantir， 宏基资讯的核心利基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贴切的譬喻来想象 ，Cursive 就像是专门打造顶级跑车的纯工具 ，Palantir 则是建造高铁的大数据平台。那宏基资讯呢？他们是顶级的道路铺设与托管商。说白了，如果没有他们先进场去把台湾企业地端那些极度混乱的脏资料洗干净，把基础道路铺平，那些国际大厂的顶级 AI 跑车在这里根本寸步难行，毫无用武之地。这比喻蛮传神的，但提到中国市场，现在那边内卷这么严重，政治跟商业风险都极高，他们为什么还死守着华南的据点不放？对于中国业务，我们绝对不能乐观看待它的扩张性，这其实纯粹是一项高毛利的防御延伸。虽然台商的供应链这几年大量南移，但很多企业总部仍然留在华南。宏基资讯就是凭借着这种两栖服务能力，专门帮台商解决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那种极度严苛的跨境合规问题。这种深耕本土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度，还有政治合规壁垒，正是那些美商软体巨头因为机密敏感考量，完全无法插足的蓝海地带。懂了，所以这完全是合规防御战略。那我们来看看现在实际的钱到底都往哪里流？第一季的营收结构里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变化？目前云端服务占比 68%， 应用开发占 17%， 但里面最惊人的是这块占比 15% 的价值产品。因为企业现在正大规模导入 AI， 资安瞬间成为了绝对的刚性需求，这直接带动了资安业务在过往创下年增率暴增 40.2% 的惊人纪录。市场的铁律很简单，没有资安就没有 AI 的落地。最后能不能把他们的15大顶级落地案例精炼一下？我最需要知道的是，这种高客单价的专案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转化为长尾流量分润的？没问题，这15个核心案例可以浓缩成3大高含金量板块。第一是高科技与半导体的托管订阅财，半导体厂24小时不停机的特性，直接为他们带来了滚雪球般的跨国 MSP 月费。第二是政府与金融的大脑顾问财，像是帮审计部导入 AI， 自动去揪出幽灵公司跟防弊，这种预算极度刚性，而且客单价极高，正是我们刚刚看到财报上合约负债的主力来源。前2个听起来都是很稳定的基石，那第3个呢？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token 消耗怪兽，这个最精彩了。你想想，跨国餐饮业利用 GCP BigQuery 去打造供应链的 AI 代理人，让系统自主去预测叫货。你要知道 AI agent 一旦启动了多步骤推理，它引发的 token 消耗量是一般传统问答模式的100倍以上。这种100倍的流量暴增，未来将会直接转化为宏基资讯口袋里源源不绝的流量消耗分润。太狂了！如果连传统的餐饮供应链都能把 AI agent 运用到这种100倍消耗的程度，再配合 Gartner 预测2029年云端将成为所有企业运营的严格必需品，那画面真的很惊人。没错，所以我们最后该反思的终极问题是，当全球企业都为了生存而患上严重的 token 焦虑症时，企业 token 消耗的天花板到底在哪里？这场由 AI 代理人全面落地所引发的软体股资本重估，其实现在才刚刚拉开序幕。